其实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。我觉得我已经够宠着、够顺着他了，可是他还是不知足。难道在一起时间长了，爱情就会变淡吗？他什么都不会做，还总要求我这样那样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如果不公平，也是他对我不公平。现在我对他好失望。这一段关系当中，让他们改变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王29岁，来自陕西 ，KTV 职员；女嘉宾小曹25岁，来自重庆，自由职业者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我们的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谈恋爱多久了2年了。在哪儿认识的？我看一个陕西，一个重庆的。在重庆，他在网吧里面当收银员，就上网，然后就认识他了。谁追的谁呀？我追的他。关系好吗？开始还好吧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了？我发现他最近对我的态度有点冷淡了，他总是背着我藏钱。哦，藏私房钱？就拿上次我来说嘛，我妈妈不是到重庆这边来玩嘛，顺便帮我们收拾了一下房间。他一回来就到处问你收拾的东西到底扔哪去了，然后我妈告诉他还在阳台没扔，他就跑过去到处找到处翻，从什么鞋盒子啊，连袜子里面都找出钱来，我就看着很气愤。那我藏钱不是为了以后过更好的日子吗？那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应该互相信任啊，现在才1、2年你就藏钱。那我不藏钱，钱都不被你花光了嘛？因为就从刚开始的时候认识之后，然后他就没怎么工作了，然后我就给了他一笔钱，开了一个服装店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经营还可以，然后后来不是出了个什么电视剧嘛，然后他就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剧，一天也不出门。后来因为经营不善，导致店闭关门了。那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也挺积极的吗？然后店里就我一个人打理，就觉得挺累的，我就稍微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就这样。哦，那后来不是因为经营不善导致关门的吗？后来都没有生意了，如果我再不把店转出去的话，那岂不是全亏了？我最后还不是给你剩了一点吗？嘿嘿，他投了多少，你剩了多少？投了大概10多万吧，转出去之后还有3、4万块钱左右。还好，没有血本无归啊。后来呢？然后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然后我又给了他一笔钱炒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给他说什么时候买，什么时候卖，让我买哪一只卖哪一只。然后刚开始他都听我的啊。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就不听话，他就自作主张。我买的时候不是后来也拿回钱给你了吗？也挣了钱给你的呀。那如果你听我的，你会亏吗？会亏钱吗？那这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，我也不想这样，对吧？那如果你听我的，你会亏吗？也许亏得更多。然后后来反正他，我不是没上班嘛，然后他后来就每个月就只给我1000块钱的零花钱，然后信用卡这什么都给我停了，也不让我用了。这都不讲了。然后有一次他回来给我讲，他说他看上了一件那个貂皮大衣，让我给他买。我开始答应给他买，然后后来又说3万多块钱，我说这么贵我怎么可能给你买？他瞒着我，刷了我信用卡里面3万多块钱。当时接到那个短信我就疯掉了，我马上就跑回家了。但是你知道一个女孩子嘛，反正谁不想要一件那样的衣服嘛？那有钱的时候我还是肯定会给你买，但是现在没有钱了，没有钱，你透支我信用卡3万多块钱，我怎么办？那我这件事情后面不是给你道过歉了吗？那道歉有用吗？那钱都没了呀。姑娘，你为什么不上班呢？我现在在找工作，上了班啦，现在找到一个服装导购嘛，在上班。自己老板不做，非要给别人打工，也是有性格啊。你们接着说，后来呢？其实我最后还是因为那件事情才伤心的。就是我不是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嘛，开始的时候他还陪我去检查呀，什么还关心我啊什么的。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发现他每天都回来很晚，要么回来就睡觉，也不关心我一下。那你不知道我作业长的每天回来是很晚啊？你也知道怀着孕一个人在家里面，你不知道问候我一下吗？那你一个人在家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？每天回来还要我给你做饭？那我前面有一次不是出血了吗？检查说不能做家务，也不能站得太久，这样会对身体不好。那你不能做家务，你一个人做一个人的饭不可以吗？又没让你给我做饭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想着等着你回来呀，我每天都等着你回来。行，我也想你多陪一下我呀。这孩子呢？我关注孩子。孩子就最后掉了。做饭做的？不是，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每天回来就只对着他的那个手机，
然后看什么的乱翻，我就怀疑他嘛。他说是客户啊什么的什么，我半夜3更回来了还聊什么客户呀？那我跟朋友聊 QQ 不可以吗？聊微信不可以吗？反正我心里面始终就有个怀疑态度。然后后来我就叫我的好朋友嘛，然后加他嘛，试探下。后来我女朋友告诉我，他跟我女朋友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说他有需求。那我最后不是没见面吗？我怎么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跟其他的外面的异性的怎么？你不会只能通过我的好朋友这样试探了一下才知道的呀？那我什么样子你不了解吗？对不对？但是那段时间你回来对我的态度真的让我无法接受啊！那因为那段时间我工作忙啊，是不是？你再忙，你回来我怀着孕啊，总应该关心我一下吧？后来呢？后来孩子是因为就那次他晚上回来喝多了一点，然后他就强迫我了嘛，然后就那次孩子就没了。哦。对于这个事情，后来我也给他道过歉了，我也非常后悔，因为那天晚上确实。道歉有用吗？道歉有用吗？孩子都没了。因为我那天晚上确实也喝多了。所以说我就觉得这让我很对他很失望，所以我就想跟他分手。毕竟在一起2年多了，我还是爱着他的，就想留下他。你爱他？对。你爱着他，跟他好姐们儿暧昧？没有。约了吗？约了。跟人表达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他姐们儿为什么说有啊？人家要破坏你。我不就约他出来吃个饭嘛，结果他也没出来呀。哦，没出来。对。为什么约呢？说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，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，1、2个月，你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问题很荒唐。哪一个做丈夫的没有经历过自己老婆随意怀胎？都像你的话，天下大乱了。这是你的品质有问题。你是舍不得他？是的。还是说你现在找不着新女朋友？舍不得。他有哪些好呢？他虽然没有上班，但是家里面的基本上内务基本上都是他在打理啊，很体贴。他体贴。对。还有别的吗？因为我一直爱着他。你相信他会改变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所以疑惑，但是有点舍不得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吧？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是怎么说的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讲了你那个藏钱，小王这个钱倒还真的藏得很有水平，但他也真的该藏起来。小曹呢，你那个圈套设的也蛮有水平的，最后你还真的上钩了。这个也就说明你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你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但我想我在说你的同时，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。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最愚蠢的问题，就叫做你为什么不爱我？小曹，你真的不知道答案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此刻真的不同情你。孩子掉了很可惜，但你们2个人现在这样的状态不适合要孩子有孩子，否则会害了孩子。因为你这个做妈的，你根本还没有长大。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靠一个男人养着？这是你很显然存在的问题。不工作还不断的乱花钱，这是永远不会有家庭地位。事情一码归一码，在你怀孕期间他的那个行为我们要谴责他，真的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这样。但作为一个女人你也要反思，他不是你的长期饭票，哪怕他给了你这样的长期饭票，他也是轻视你的、蔑视你的、看不起你的，久而久之他讨厌你了，当然不爱你了。我希望你真的自己看到这个问题。其实嘛，我也是一个女人，我也感受到小王的心声。因为要是换的是我是一个男人的话，我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就是拿了那么多钱去开店，但是你都把它花掉了，其实心里边怎么说也有点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女人嘛，有自己的事业才能抬起头做人。我觉得他们之间没有爱情，只不过是一个懒惰的女人遇到了一个自私的男人，各取所需在一起。
如果有爱的话，请问女孩，你会这么坦然的不为你们的爱付出吗？管他要钱，把他的钱花得如同身外之物，真是身外之物，不是你爱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，都没有钱，然后还要刷信用卡透支，也要赖在他身上，汲取他的所有的对于你价值的那份东西，而你认为这是爱，多么可怕的事情！没有结婚住在一起，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，没有任何这种责任感，对自己的负责，对自己的自爱，以及对下一代的那种责任感，你配做妈妈吗？你恋爱都不会，你觉得花对方的钱，对方就是爱你吗？靠自己自强自立独立才能得到对方的爱，否则你连自尊都没有，人凭什么来爱你？自己都不爱自己，还要让别人爱吗？男孩，为什么说你自私呢？因为你肯定不是爱他。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？要有自控能力，人要懂得去爱。人可以为了爱可以忍一些动物忍不了的事情，因为他爱这个女人。你爱吗？你根本就不爱，经不住诱惑，耐不住寂寞，你来试图挽回她？你是想挽回自己花出的那些钱换来的工具，还是来挽回爱呢？你们之间有吗？如果有爱，你就不会刚才问出那一句。当你心中有爱，你就知道自律，你就应该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能做。所以你们之间既然没爱，何必要在一起呢？我的建议就是分开吧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傅老师，我赞成一个男人要具备养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能力和责任，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由此恃强凌辱，所作非为。一个女人也可以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养，但不能由此而丧失了对生活独立的能力。作为男人来说，是应该具备养自己心爱的女人能力和责任，但是人们养家禽是为了吃它，而养自己的爱人是希望他更幸福，而希望自己爱人更幸福的渠道，最好不是饲养他，而是让他变得更快乐、更独立、更具备对于生活的热情。男人一昧的要什么给什么，明知道他不会炒股，让他去炒股；明知道他不会开店，让他去开店。本来我认为这只是个愚蠢的行为，但到了后来，我变得不是这样，变得像某些男人一样，认为我养得起自己的女人，我便可以恃强凌辱，所作非为。我因为我养得起你，所以我可以在外面约，我也可以在你不愿意的时候，甚至怀孕的时候，来发泄我的兽欲。这不是恃强凌辱是什么呢？当男生问赵老师那句话的时候，我人都变得震惊。当你爱你自己爱人的时候，你真爱他的时候，你忍不住你的兽欲吗？你为了所爱的人，你可以忍受出一些生理的需求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俩都饿的时候，有一块馒头我给你吃，我可以忍着。那你那个时候你可以问，你说一个人忍了2天不吃饭，他饿死的不是正常的需求吗？但谁让你爱他？所以你只有兽性的一面，没有人性的一面。你居然说你能做到吗？他居然还很言辞找到你能做到吗？他是人，所以他能做到；你不是人，所以你做不到。你还好意思在这儿问别人？女人可以被自己心爱的男人养，但是不能由此而丧失了对于生活独立的能力。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被男人养的，可以。我们看到很多全职的家庭主妇，她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做一个金丝雀，她操持好家务，分解男人的压力，她甚至可以分解男人工作上的压力。但是她对生活一定是有独立的能力的，她随时分开，她还能够面临这个社会。但是你的尊严在哪里呢？这家伙不顾你怀孕，只顾自己，你不感觉到绝望吗？一个对自己有爱的男人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吗？你的自尊在哪里呀？是你自己把自己践踏在脚底下。我没有看见哪只金丝雀被养到最后这么没有精气神的。你倒是干点事儿啊，饭不做，糟蹋钱。
事儿不干，整天就让自己的闺蜜去调查她，你完完全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快乐、义务和责任。人家现在都不愿意养你了，把笼子打开，你都不愿飞出去，你就愿意趴在里边，等来最后是这样不顾尊严的被别人欺负。这种事儿，如果是你爸妈知道，他们该有多幸福。所以其实说句实在话，你们俩上来出现这种没人性的事儿，这根本就不是爱情保卫战，叫人性维权战，这根本不叫恋爱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老师们该说的都说了，剩下的时间，希望两位能够好好的反思和反省一下。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我只想说，对于那一次的事，的确对不起。虽然刚开始你花了我那么多钱，但是如果没有了你，我挣这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还是爱你的，希望你不要离开我。其实我现在对他还是有那么一点，因为毕竟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还是很开心的，从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。只是说有时候想着这些会让自己很接受不了。好，时间到。哎，两位交换一下箱子。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请关门，请关门啊！有点可怕，挺让你有点那个绝望感和无力感的。但是我一直在说，在我们这个舞台上，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些思考的角度，因为生活呢，还是要别人两个人自己来过的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，正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情的旅行，平淡也有了意义，就是爱着你，甜蜜又温馨。男生说，这个鞋垫是你亲手给我做的，就刚才我拿那个鞋垫。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穿在脚下，过去的事都是我错了，孩子没了我也后悔。你这得多自恋一个人才能写下这样的文字啊！这是我亲手买来的小肚兜，我买给咱们下一个孩子，就让我们重新来过吧，原谅我啊，就是一份忏悔呗，是吧？是的。平常东西都是别人买是吧？所以写这东西都得用亲手啊！来，两位请站在这儿来。感谢 Bloom 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。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喊开始，自己喊停，好吗？来，开始。停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萨河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来，有请。好，谢谢你们俩，请回啊。虽然心里面还是不那么愿意，但是既然你们自己选择了生活，那希望你们能对生活负责。我们就当是曾经年少、曾经无知的两个年轻人，通过今天，他们愿意为自己、为对方、为生活负责任了。在这个角度上面，那我们还是愿意送出我们的祝福。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两位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。我会努力让你成为
最幸福的新娘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吧。其实有时候我脾气也不好，我也会努力改掉自己的一些坏的习惯。然后我们以后就好好在一起吧。愿意对生活负责任吗？愿意。愿意好好的待他吗？愿意。别再胡来了，好吗？谢谢。回吧。